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刚刚差点撞死方老师。他不是风流清。啊？我不是风流清，我是谁啊？你少说算了。星海019。啊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相信我是吗？检测中。检测完毕，骨骼人类，毛发人类，结论100%人类。你不说是星海019吗？啊？星呢？啊？019呢？啊？海呢？啊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哪出了什么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你。星海019无缘无故出现在了漫游集团，风流清就无缘无故的来找你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有，风流清明明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他不可能记得你。你就为了这个，你就要撞死凤老师？安白夜，你是魔鬼吗？我必须问清楚。安白夜，回答我，为什么来找田军？我要带他去参加比赛，比什么赛？他明明已经被淘汰了。还有复活赛。我不是风流清，我是谁啊？你已经控制过一次凤老师了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？这是最简单的办法。然后呢？他现在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了，你要让他忘记吗？他全都看到了，我必须抹掉他的记忆。安白夜，是不是我身边所有人都要被你控制着，你才能满意？上车！进去！开走！快走！走开！快，走！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哪儿都行，离那个人越远越好。那去漫游集团，还是去我工作室？不能让我知道我们去哪儿。如果我知道了，他也就知道，他知道他就能跟过来，你明白吗？你就当我明白。不过我有几个问题啊。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还有他一个大男人戴紫色美瞳，还以为他是鲁鲁修啊！真是。你别问了，我说了你也不会信的。那他不会是终结者、机器人，还是外星人？他不会是从漫画里穿越出来的吧？我猜对了。是神笔马蕨。好啦，今天的森森小姐姐呢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上次在我家不是答应你帮你缝纽扣的吗？我刚好工作完就……你是不是在忙啊？你在忙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进来吧，我刚忙完回来。喝酒吗？不用了，大白天的我不想喝酒。就是有点惊讶，但又有点好像就应该这样的感觉。说什么呢？一切随缘吧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你好像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不自在，这点还蛮厉害的。那我说说我的感觉吧。我觉得你很喜欢唱歌，而且属于创作型的。大概下一次你会唱歌给我听。可能你已经唱过了，只是我没听到。你副业是算命吧？这
这你都能看得出来啊？其实小说不是我的主业，那你主业是什么呀？一会儿带你去看看，顺便在路上跟你说说我的新小说构思。好。怎么又哭了？你说的这个构思，我好像听过。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吧。而且世界观设定，甚至故事，还有你的主角019，又跟田爵漫画里的反派好像啊。我为什么要说又？我觉得故事里的男主并不是反派，只是一个渴望获得自由的逃亡者，一个没有身份的孤儿。看来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啊。每个决定复仇的罪人，都不是好人，但也不一定是坏人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无奈。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可是002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俩不是兄弟吗？怎么就会对他赶尽杀绝呢？他们俩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只是从小一起长大而已。你可以理解成这样：在一个又可怕又冰冷的外太空星球上，只有他们两个是同类，他们只能相互取暖，相依为命。我带你来这儿，不是让你在这儿哭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让你说的故事那么让人难过？老板，你这回是糗大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找到他们再说。可是星海019没有变成风流青啊，你找到他们又能怎样？星海019不可能平白无故来到漫游大厦，风流青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来找天爵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我必须搞清楚。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话题，刚刚你还没说019为什么那么想拿到那个钥匙啊？是想拿它打开什么宝箱吗？准确的说，他是想打开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，也就是超能力。超能力是枷锁019的超能力是变身，002的是意念控制，可这一切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什么意思啊？超能力不是很好吗？我就想要超能力。019是没有实体，他没有自己的身体，他是透明的，他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。002呢，他忘不了任何事情，曾被他意念控制过的人的记忆，会复制转移到他的大脑中。所以超能力才是枷锁。
019想要的其实是自由。019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过有了那把钥匙，他就可以解脱，可以留在地球上做一个普通人。不是我说啊，你这个设计真的，哇，怪不得019想逃呢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也逃。在那样的环境里，简直生不如死。是啊，幸好019逃走了，逃到地球，还遇到一个不错的女孩。全世界只有那个女孩，每一次听到019的故事，都会落泪。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很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？019一直想要那个钥匙，不是一直在一个地球女孩身上吗？我跟你剧透一下吧，那个地球女孩其实是019的嫂子。哎呀，这哪叫剧透啊？一猜就知道了好吗？002跟这个地球女孩一定有一段旷世虐恋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宝物怎么办呀019调查了很久很久，不舍昼夜，终于找到了002和那个地球女孩的突破点。那接下来呢？019会使用他的超能力，操纵有关的人，彻底搅乱那个地球女孩的生活，让他亲爱的哥哥和那个地球女孩决裂。你来了，天爵呢？你居然能找到这里，还突破了我设下的层层防线。看来天爵说的是真的，你是一个从漫画里出来的外星人。天爵在哪儿？想要知道天爵在哪儿，你首先要证明自己。我听天爵说你有超能力，能意念控制任何人，是吗？来，意念我，让我看到自己拥有塞巴斯蒂安的美貌，利维尔兵长的帅气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夜神月那该死的魅力。来，哦，来。刚才引诱我使用原石，然后偷拍我，要挟我是吗？现在我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这很关键。什么问题啊？复活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让你来找天爵的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拍完了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复活赛啊？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环节，所有被淘汰的选手都会开启观众投票，总票数排名前5的选手可以参加复活赛，最后由我们的导师选出一位优胜者，获得直通决赛的资格。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不让复活，你们就不复活了？我们就是想请凤老师联系一下田爵选手，邀请他来参加复活赛。田爵？田爵是谁？你在花老师面前装疯卖傻也就算了，你跟我还装啊？我说的就是比赛那天画毛笔画的那个女孩。哦，你说是他呀？但是，他不是不会画漫画吗？他会画。那天所有人走了以后，他一个人留在现场画了这个。我知道你喜欢毛笔画，所以冯老师，现在请你现场鉴赏一下，看看这个田爵
应不应该回来参加复活赛？王富贵。对啊，他是漫游集团策划部的总监，也是这次比赛的总策划。所以你是怀疑王富贵把田爵的话给我看，是一个阴谋？对。其实吧，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。田爵是你的作者，你是田爵创作出来的，你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，这是属于作者和被创作者之间独一无二的羁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对田爵的这一份深情，非但没有保护到他，反而演变成了无止境的控制欲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应该尊重他的梦想和选择。放手吧。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要把我的身份透露出去。哎，你不要为自己的身份觉得羞愧。我跟田爵都是漫画家，虽然我们被禁锢在这个3次元里，但是我们的灵魂都是属于2次元的。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。现在呢，我有一个郑重的请求，你能不能满足？我能不能我能不能轻轻地碰你一下？就轻轻的，稍微的这么碰。哎，他跟真的一样哎。这是哎，安白夜。天罗，天罗，那现在是我去追还是你去啊？我警告你，关于我的身份一点也不能透露，明白吗？你放心，相信我。别生气啦。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其实是想说复活赛的事儿。对啊，我本来是想带你直接报名的，但是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吧。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因为我画的是毛笔漫嘛。毛笔漫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毛笔漫啊，国画，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。谢谢你，方老师。你知道吗？你一直是我的偶像，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。谢谢你喜欢我。啥？他叫啥？王富贵，他是漫游集团策划的总监，也是这个节目的负责人。给我查一下这个人。我画漫画画了12年，12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肯定过我，相信我能够成为一个漫画家。你不但是我的偶像，也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，还肯定了我2次。我真的特别感谢你。但是我现在也知道我画的并不好。我没有学过美术，也没有学过漫画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只是刚刚好会用毛笔画漫画而已。郝老师都告诉我了，你喜欢的不是我的画，只是毛笔漫而已。以前我不知道我有多差劲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对不起让你失望了。这次复活赛我就不去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让你白跑一趟，还受到了惊吓。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他再来骚扰你。也拜托凤老师，别把他的事告诉别人。凤老师，再见。时间的缝隙，给我回应。如果你觉得我离得太近了，我可以往后退一点。你饿了吗？我请你吃饭。要不再来一碗？不用，就一碗。我们2个人吃一碗，我不太习惯。我的工作是你安排的吧？所以，其实从比赛那天开始，你就一直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是想保护我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在医院那天晚上对外婆下手的人，应该不是你。我没那么傻，比赛那天我睡着之后，你完全可以抢走项链，也可以杀了我，或者把我绑回你自己家。但你什么也没做，还把我送回了深深家。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，也不需要你替我找工作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，我想过普通的生活，可以吗？你最害怕的不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吗？现在我不去了，你能不能到此为止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吃你的面。欢迎来到新一期的《创造漫画家》，这期我们将为大家揭晓比赛的晋级名单。你画好了吗？嗯，还没有。没事儿，我先看。哎不，这啥呀？这是？在众多参赛选手的激烈角逐下，经过组委会的甄别，获得晋级的漫画家有田珏、刘康、傅晨阳。
怎么搞的？不是说他根本不是选手吗？怎么他镜头最多？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确定这是正片？对呀，是正片啊。所以我们这么多画手，通通拿的是群演的剧本，倒是这个不会画漫画的是女主角。我爸妈还等着我上电视呢。结果只看到了田螺。我仔细算了一下，咱们3个人的镜头加起来都没有那个数位版的镜头多。你说你旧账太多，我就不跟你算了。当然，算了也白算。但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比赛是你自己跑去找王富贵接的，对吧？录制是你自己打着哈欠对着镜头念1、2、3、4等后期配音的，对吧？你说今天采访的好好的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又看这个了？过不去了是吗？这辈子看到毛笔画你就走不动路了是吗？你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来赏析一下漫画家田菊的作品《动》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这里就是目前网络热议的田菊画手之前打工的餐厅。据我们了解，田菊画手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并且一直寄居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婶婶的家里。婶婶虽然为他提供了住处，但同时也要求田菊必须要为自己的餐馆来打工偿债。他没有任何的实力背景，他非常的普通。但是我们会扪心自问，他究竟有没有资格重回创造漫画家的比赛呢？可以解释一下您作品中的裂缝是在隐喻些什么吗？听说您的爱豆是国漫之光凤流清，你们偶尔私交对吗？有评论家说您的作品裂缝是代表着宇宙万物，代表着完美与缺憾，也是代表着人性间无法粘合的裂缝。请问是这样子的吗？您现在是复活赛人气第1的超热门选手，请问您对将来有什么想法吗？田老师，请问您感觉到自己被资本和大众消费了吗？热度都是短暂的，您有考虑过被猎奇的观众遗忘之后，您该怎么办吗？你来我们公司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会开始制作您作品的周边。月薪10万算什么？我给你年薪100万。我们给你制定了精密到头发丝的包装计划，不过我们要求版权。年薪100万算什么？我们要给你开个人工作室，你就是下一个毕加索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哇，你这画的好漂亮啊，真棒。你的画呢？学什么不好，非学人家交白卷。重画。哦。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
剪影，他在等待着被往前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老板，通常在电视剧里，这个时候就该男主角出场了。女主角最脆弱的时候，男主角就应该挺身而出，把你坚实的小肩膀送过去，让他靠。是怎样？嗯？昨天晚上请我吃了碗面。面？吃面怎么了？傻姑这么穷的人都能请你吃面，这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有进展啊！老板，我又不是女主角，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干什么？毛夫哥的地址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我去看看。那傻姑怎么办？你走了，万一星海019这个时候过来，你留下。我又不是男主角。让你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。喂，你老板自己不敢来，派你过来送死啊？我老板也真是的，你这么可怜，他也不来安慰一下，全吃大发我过来。哎呀，梦想嘛，不就是把白日梦想清楚，然后踏实的走出去吗？你画的烂也不是1天2天了，现在发现也不算太晚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吐不出象牙的鸟嘴，我的意思是啊，人有时候不逼自己吧，怎么知道自己有多糟糕嘛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这种综艺节目本来就都是假的嘛，他们把你拍成那样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玩啊。要是所有人都画得特别好，还有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得有人画得烂才值得吐槽嘛。你放心，他们的记忆啊，就跟一条鱼差不多。过2天等新的头条出来，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。我不觉得他们骂我有什么不对，谁让我自己没本事？不，你可不能这样想。你要想，是金子，总会发光。那要不是金子吗？哎呀，就算是杂草，也总会开出小野花的嘛。罢了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今天豁出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是老板，我也从来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干嘛？为了安慰你，我只能使出绝招了，出卖我的尊严。啥呀？和灵魂。来吧，盘我。怎么盘？你这么主动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来吧，盘。